旁观，微笑后的谎，谁在掩盖破绽？爱恨都不甘，当回忆不停向我哭喊，当理想被现实而宣判，就算情感试图卡住手腕，面对贪婪，我绝不心软。哦，自尊擦亮命运的双手，遗憾眼神写上我看似狂妄。哦哦，奉陪到底谁都不放，愤怒狂燃世间的丧钟敲响，看那希望在远处绽放。哦哦，我让泪都风干。若真相真的可以用线索来推算，男人心的善恶应该用什么衡量？若结局它最后不过是一个虚幻，我一定会奋战。这个是你爸，叫你不要过来，你再过来我求求你，你把瓶子放下来好不好？你放下来，你放下来！你有没有想过，德信看着他爸爸自杀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你死在他面前。有警察来调查你，现在要去你重视国事，很快就要到你家。他们怎么会查到我的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。一定是 Fiona。都没有介绍错，你果然很专业。哎，你怎么会在命案现场？我跟死者约在附近的酒店见面。你之前见过死者？有，其实他跟我们在调查的案子有关。没想到在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那当时他有没有异常的行为啊？有一点。我们需要你做一份详细的口供。好，没问题。那麻烦你跟我来这边。好。Madam， 法医说死者是被类似绳子的东西勒死了。类似。死者脖子上的勒痕平滑，跟一般绳子的勒痕不一样。还有，死者的财物并没有遗失，不像是谋财害命，衣物也很整齐，不像是劫财灭口。一切要等到验尸报告出来才能下定论。你说会不会是因为劫色不成才被下毒手呢？就算要劫色，也没有必要挖掉眼球。凶手和死者应该是有深仇大恨，他们可能是认识的。景泽，谢谢你的合作。如果还有需要我协助的地方，随时找我啊。是。喂，你怎么可以私自行动？有线索为什么不通知我们？我这次是要扮摄影师，我怕其他人的演技不够好，会导致破绽。找借口，想独自占功劳就承认吧。哎，怎么一眼就给你看穿了？对了，那你从菲欧娜那探听到什么消息？东探这只狐狸，找到女人就跟他一样狡猾，一提起动，他立刻有所警戒。这么说，你是什么都问不出来？看来演技差的人是你啊！其实我们已经查到东探的消息了，可惜到他的办公室却找不到他。那去过他的家里吗？去过了，他好像早就知道我们会上门拜访似的。会不会逃出国外啊？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。不过，我们已经把他的照片还有资料传给所有关卡，
还有警署正在通缉他，相信他是逃不掉的。我正在想，Don 的失踪和 Fiona 遇害的时间很接近，你说 Fiona 的死会不会跟 Don 有关？我怀疑 Don 是杀死 Fiona 的凶手。Don 是新台两地涉嫌提款卡诈骗案的嫌犯。他利用死者的信仰照片为饵，再引诱受害者交出提款卡。那为什么你会怀疑是他杀死死者？Don 跟死者有联系。你看，我们正在查他可能是以为是死者出卖了他而杀了他。死者杨名 Fiona， 华文名林文丽，27岁，是个 freelance 模特。根据法医化验结果，死者的死因是被勒窒息而死，勒痕相当平滑，宽度差不多 0.5 cm， 所以不可能是绳子或者尼龙绳。法医怀疑是电线。法医说，死者是死了后才被挖眼球，眼球是被凹凸不平的钝器挖出来的。至于是什么凶器，暂时还不清楚。根据验尸结果，死者的死亡时间是8月5日傍晚5点45分到6点15分之间。你们那边有什么结果？我们在命案现场的小水沟里发现一张 SD 卡，里面有一张模型照片，就是这张模型。这么小，能采集到指纹吗？法证人员说指纹不完整。凶手干案时为什么还带着这种东西在身上呢？或许是别人掉的，跟命案完全没有关系。不过还是要追查。知道。根据初步调查，嫌犯很有可能是这个人，他叫 Don Tan。CAD 怀疑他涉嫌提款卡诈骗案，目前在通缉他。所以 Don Tan 有可能是怀疑死者出卖他，所以杀死他。如果凶手的杀人动机是怀疑死者出卖他，没有理由会挖掉他的眼球。这么残忍的杀人手法，我相信凶手跟死者应该有更大的深仇大恨。Hello， Sunset， 现在来老地方见我，快点啊！是谁打来的？啊，是同学。哦，拜拜。放学了，早点回家。买了什么新电脑？这不是旧的电脑吗？奇怪，杨洪熙是不是在你们这一班上课？那他人呢？他还没来。那请问，哪位是口令？我们班上没有这个人。谢谢你们。洪熙，我今天明明看你进了校园，为什么没去上课？我在学校找不到你，打电话给你，你又没开机。因为我突然有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就先离开。有什么事这么重要？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解决了。我先回房。洪熙，那你为什么没买新的电脑？哦，因为旧的电脑修好了，还可以用，我就没有买新的。那我给你买电脑的钱呢？我朋友需要应急，所以我借给了他。什么朋友？是男朋友吗？
帮助朋友是应该的。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？他是不是叫口令？我问过你班上的同学，你班上的同学说没有一个叫口令的。你为什么要说谎？你今天到底去了哪里，做了些什么？红星。 红七啊，为什么在哭呢？快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快说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对不起，我不是存心要骗你们的。你一直跟我们说对不起没有用的，快把真相告诉我们，我们才能帮你啊。其实我在学校过得不开心，同学们都排挤我，他们知道我爸是个杀人犯。他的爸爸真的是杀人犯，而且已经被判死刑了。对啊，没想到她真的是杀人犯的女儿。所以我很痛苦，所以我上网跟陌生人聊天。我很寂寞孤单，上网跟陌生人聊天，我觉得很自在，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过去。后来，我认识了一个叫 Will 的人，他经常逗我开心，安慰我，他要我当他的女朋友。 我答应了，可是有一天他要我拍裸照给他看。什么？那你答应他了？我是真的把他当成是男朋友，我才会答应他的。可是我不知道他会利用裸照来勒索你。 今天在车上，那通电话是他打给我的。他说如果不见他的话，就要把我的裸照PO上网。红熙啊，我们是警察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是啊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们呢？说了有用吗？啊！我爸是个杀人犯。 我当过妓女，我不想全世界人都知道我是这些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，我真的不想让他们知道。不要哭，把那个男人勒索你的来龙去脉告诉我。我认识了一个叫 Will 的男人，他说他是美国华侨。 我跟他聊天，很开心，很自在。有一天，他发了我他的裸照，然后也要我发裸照给他看。我当时没想这么多，所以我就答应了他。有一天。 他约了我跟他见面，可是我发现到，他不是照片里的人。那他是什么人？他说他是客工，因为自卑感，就用别人的照片放在网上。然后呢？第一次见面，他就用了我的裸照。 来威胁我跟他开房。Sunset，我来啦！放开然后他就开始勒索你，是吗？
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会上网交友了。我真的不想这样子的啊，我真的不想啊！我为什么会这么笨啊？不要自责，我们一定会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你仔细想想，还有什么线索是可以提供给我们的？对了，我曾经有看过Will的手机，我原本想要删掉我的裸照，后来我发现到他手机里好像有2个女生的裸照。红熙啊，是我啊，出来吃点东西吧。我不饿，你们先吃吧。那至少出来看点电视啊，别整天把自己困在房间里。我真的没事，你们不用担心。我想要一个人静一静。怎么，他还是不肯出来？都怪我，只顾着工作照顾孩子，却忽略了红熙。我也好不到哪里去。面对嫌犯时，他们一点点寻常的反应都逃不过我双眼。可是，红熙遭受到这么大的打击，我一点都看不出来。我真的无法原谅自己的失误。钟正是会相信你的。好了，不要再敲了。他的心情不好，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了啊。在看什么啊？这个人又杀人又挖眼的，好残忍哎！诶，这个人我好像看过哎。你们有东西要谈啊？啊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哎，嘉玲，来坐。他好像是坤哥的朋友。Hello？ 真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了，还有你特地赶过来。别这么说，我知道你和红熙的感情特别好，所以希望能够劝劝他。红熙，我是水梅姐，你可以开门吗？水梅姐，我可以进去吗？你干嘛一个人锁在房间里面啊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可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只会胡思乱想啊！你怎么可能静得下来？当年我犯了法，坐了牢，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，还有所有很关心我的人。我以为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子完了，所以我当时很自责，很沮丧。你现在也是这种感觉，对吗？那你知道我是怎么走出来的吗？我很庆幸，我有一个很好、很好、对我不离不弃的朋友。
他说他把他的耳朵借给我，然后静静的听我说完我所有的心事。可是很奇妙的是，说着说着，我心里就打开了。所以呢，选美姐现在呢就把自己的耳朵借给你。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心事，你就尽管告诉我。而且我的耳朵，它不会泄露你的秘密的哦。我的身世背景是没有办法选择的，可是我选择去接受它。我的要求不大，我只希望重新再来。可是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给我机会？难道让我难受，他们很快乐吗？不是这样子的。他怎么样了？他心情好多了，已经睡着了。谢谢。哎，你们警方是不是在通缉一个叫 Don Tan 的人啊？是啊。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他，可是我有一个客人认识他。那我们怎么找到这个客人呢？我可以给你他的电话号码。找谁啊？我是商业事务局的助理警监魏蓝天。请你开门。来，进来。你们仔细说。你认识这个人叫做Don Tan吗？不认识。Don Tan，哎！起来！这些提款卡和密码是在你家里找到的，请问你是怎么得到的？是不是那些很想换取性服务的男人的？你们的交易是如何进行的？我们找了一个女模特，把那照片放上社交网站。当那些男的上网交谈时，我们就主动认识那些对他有意思的男人。你们就以那名模特的身份跟这些受害者联系，要他们用提款卡转账支付性服务费用和保证金。我们会假装很谨慎，先要求他们付一笔额外的保证金，证明自己不是警察。当交易完后，我们才把保证金全部还给他们。后来你们却找借口一拖再拖，要这些受害者不断的付保证金。这些受害者发现保证金的数量一直在增加，不愿意支付下去，想要退款。你们怎么做？我们告诉他们会把先前付的保证金全数归还到他们的户头里，说服他们把自己的提款卡和密码放在某一个地方。然后你们就利用受害者的提款卡进行非法转账。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是替人做事啊。你在帮什么人做事？这些人
有没有在里头？这个是提款卡诈骗案，是我在操控的。涉嫌台湾提款卡诈骗案的人也是你吗？是，也是我。从提款卡非法转账的钱去了哪里？你是不是在进行洗黑钱活动？不是。那钱去了哪里？钱生钱，我拿去投资了。谁是你的幕后老板？我就是老板。只有你一个人？我是不会把赚来的钱和多余的人分享。你认识这个女人吗？认识 ，Fiona。你跟她什么关系？我给她钱，利用她的性感照片，吸引好色男人上钩，然后自愿交出提款卡。那你知道她死了吗？知道，新闻天天都在报。你是不是觉得警方会查到你，是因为她出卖你？是，不过人不是我杀的。人是不是你杀的？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我们在你公司的保险箱找到一个信封，里头有10万块。我们也查过了你的银行账目，根本没有提取的记录。钱是从哪里来的？钱是我自己的。我去问过进口商，他说总共进口了200盒，分发给了10间专卖店。我查过一些专卖店，也查过了一些买这个模型的顾客，他们都没有嫌疑。其他的店我会继续调查下去。当探否认涉案，他说案发当天，也就是8月5日傍晚6点到7点，他在跟他的手下王坤在一起。这是王坤。当探说他当天去了楼下的咖啡店，买了2包饭上来吃，以此做不在场的证明。王坤的供词也一样。咖啡店附近的 CCTV 也正好拍到王坤有去买了2包饭，时间是8月5日傍晚5点50分。咖啡店的小贩也证实了这一点。虽然可以证明王坤当时是去了咖啡店买饭，但是并不能证明段段当时是我留在家里面吃饭的。我觉得段段很可能趁王坤出去买饭的时候曾经离开过。况且当谢地人员去到段段的家找他的时候，他的女佣说他刚刚离开。他到底是去了案发现场，还是去了王坤的家，都还有待证实。陈宇，你去查段段当天傍晚离开家后的行踪。这个案子疑点重重，我们要继续追查。Yes, madam. 你说还有别的受害者？根据报案的受害者杨红熙说，他在嫌犯的手机里看到有2个女人的裸照。我查过 Will 的通话记录，发现他除了跟杨红熙有联络之外，还有跟另外2个女的联系，所以我怀疑他们应该就是被拍裸照的受害者。你看 ，Will 所使用的手机并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一名印度客工的。这名客工3个月前已经回国，所以 Will 在用的手机应该是跟他买的。我根据杨红熙的口供，到他所说的廉价酒店查看 CCTV， 证实嫌犯的确在那里出现过。你看，照片里的这个男人就是嫌犯。你去找出那2个可能受害的女人回来问话。Yes, sir. 你认识这个男人吗？不要怕，我们会帮你的。有人来报案，说这个男人用裸照勒索。你是不是也发生过这样的事？如果你也被勒索过，坦白告诉我，我们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这个男人成功勒索你1次，就会有第2、第3次。难道你要永远都活在恐惧中吗？怎么办？我很害怕。不要哭，只要你跟我们警方合作，我们有了你提供的线索，就可以将他逮捕。到时候你就不用活在阴影里了。
你是怎么认识他的？我是在网上交友认识的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 Will。他勒索过你几次？而且跟你要了多少钱？1次。他跟我要了1000块。那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比如脸上有疤痕，还是黑斑，或者是胎记？啊，他的手指好像发炎。你确定是手指发炎吗？我很确定，因为我是美甲师，所以常常会不自觉地注意别人的指甲。你昨晚没睡好啊？我不是跟那个女佣同房吗？她的打鼾声啊，像雷电一样。原来是为了睡眠苦恼，那怎么办？我跟我哥商量过了，可能搬出去住吧。你知道的，睡眠很重要，尤其是我们警察，如果睡不够的话，会影响工作。再说，我现在查一个很重要的案子了。你现在在查什么案子 ？Sorry， 我忘记我不可以问，这是违反法律。我不应该问，就当我没有问过。捡到肉啦，捡到一点点，小心不要剪太深啊，要不然剪到肉会发炎的。他的手指好像发炎。你在发什么呆？在想线索啊？如果是案件，我是帮不上忙。不过刚才你说你在找房子，这个忙我倒帮得上。反正我的父母很少在新加坡，我这里有空房间，你随时可以搬过来。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想到？房租多少？这里环境优美，地点又好，房租很贵的。不要这样嘛，我们是好姐妹哈，谈钱很伤感情的。不会啊，说到钱我还挺兴奋的。你想想看啊，有一个警察住在你家，又可以帮你抓贼，又可以保护你，很划算嘛。可是我这里的治安很好哎。OK fine， 你 discount 多少？因为这里是巴沙，讨价还价。我很厉害做家务的，我会煮饭、洗地、刷马桶、抓小强，好，所有家务就包在你身上，一言为定。你真的把我当女佣啊你？那你是你说的啊，不可以反悔。明天你就搬进来 ，OK？ 没想到你已经加入了志愿特警，还受训了一段时间，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啊？你都已经不是我男朋友了，没理由什么都要跟你报告吧？其实志愿特警真的帮了我们正规警察很多的。帮了什么？比如说规模比较大的部署，就好像国庆庆典、F1、圣诞节，又或者是过年除夕的时候，志愿特警都会牺牲跟家人相处的宝贵时间，来辅助我们，来维持整个新加坡的治安。所以说，别人在庆祝节日的时候，你得工作。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啦。当志愿特警其实是很不容易的，有时候还会被不知情的朋友误会。为什么？我有一位当志愿特警的朋友跟我说，有一次他跟一位女警出去埋伏查案的时候，刚好遇见朋友，因为穿着便衣，那朋友就以为他去外面搞外遇，跟小三去约会去 shopping。哇，这样会搞到人家家庭纠纷呢。是啊，所以要得到家人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同意你说的话，我们开始跑步吧。喂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加入志愿特警？最近制作的节目都关于警察，所以对警察的故事跟生活越来越有兴趣，所以就申请加入啦。没想到被录取了。虽然说是自愿的啊，可是一点也不轻松啊。做记者也不轻松啊。跑步都会跌倒，
你怎么当警察？没事啦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哇，你指甲别剪得那么深啊，很容易感染细菌的。别再看啦，再看下去指甲也是不会长出来的。不是啦，我是想起诗诗说的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手指感染也可能是一个线索，可是现在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很多人也可能被细菌感染，所以应该不是一个线索吧？不要讨论别人的案件。忘记了 ，Yes sir。哎，耀光。哎，叔叔你好，过来找谁啊？等朋友吃饭。哦，好啊。你是警察吗？是啊，安迪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我每天带我狗儿去公园散步，每次都踩到狗大便。打电话叫你们警察来，你们说会来处理，可是那些狗大便还是天天有，臭死了！你们做警察到底做什么？安迪，不要那么激动，有什么话我们坐下来慢慢说。不要，我要你现在派人到公园处理那些狗大便，要不然我叫我儿子写信去报馆 complain。这样子你们才会怕。Andy Rose，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很久没看你去我妈的理发店了。你来正好，你帮我叫他们到公园处理那些狗大便。哎呀 ，Andy Rose， 警察的工作是维持治安，防范罪案发生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帮你通知有关当局，让他们马上处理，好不好？哎，可是我知道，公园有狗大便是吗？可是公园很大，有很多条路啊。如果这条路有狗大便的话，你可以走另外一条路，或许会看到更好、更漂亮的风景，是不是？啊，别生气了。下次你去我妈的理发店，我让她给你一个大大的折扣，怎么样？有折扣？好吧，那我先走。谢了。就这样一句谢了。哼，难道你还要我请你吃饭吗？最好不过。既然你都在这里了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经常在理发店工作，手指会很容易发炎吗？你是想说甲沟炎吗？造成甲沟炎有好几个原因，常常咬指甲或者是指甲剪得太深的话，都会造成甲沟炎。还有就是，如果工作上需要手指长期泡在水里，或者是接触一些刺激性的物质，比如说清洁液、肥皂水之类的，都会侵袭甲沟而导致发炎。怎么样？还打算请我吃饭吗 ？Take Q number。有关拍裸照的勒索案，你们调查出了什么？我已经找到另外2个受害者了。他们怎么说？第一个受害者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烈。我从他的个人安全说到为其他无辜女人的安危着想，他就是不肯承认认识嫌犯。他最后有没有合作？没有。另一个受害者呢？另外一个受害者，我说没几句他就哭了，然后就把事情的经过都跟我说。可见这种事情对女人的伤害真的是很大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快抓到这个家伙，将他绳之以法。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？根据报案的受害者和他们的证词，虽然嫌犯带他们到不同的廉价酒店，不过酒店的地点非常靠近，所以根据我的推测，嫌犯应该是住在附近或者是在附近工作。还有其他线索吗？第二个受害者，他发现嫌犯的手指发炎，可能他是被细菌感染，很多人都有这种问题的。有听过甲沟炎吗？就是长时间把手泡在水里或者是化学的液体中引起的一种炎症。所以我们可以朝着这个线索到发廊、餐馆或者是洗车的地方找人。很好，马上进行。Yes, sir。我是玉郎金属的调查官。请问这个人在你们这里工作吗？是啊，是啊。你们找他什么事？
那起诈骗案怎么样了？我们打电话向银行询问那些报失提款卡的男人，没有一个肯承认是因为进行性交易而上当的，全都说是提款卡丢失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是因为证据确凿，他们只好承认了。受害者多吗？总共有10几个，你说多吗？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有些受害者是工程师、会计师、设计师，甚至有大学生，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。自己以为聪明，反被聪明误了。这起诈骗案算是结案了。我认为端滩他没说真话，他背后一定有个犯罪组织在进行洗黑钱活动，所以案件还没结束。哎，我去看。我去吧，马丢自己去吧。姐姐阿姨。王鑫，来吃吧。吃了早餐，我送你上学。今天不用去学校。王鑫，如果那个男人在骚扰你，你一定要通知我，知道吗？他发烧了。啊？38.7。带他去看医生。喂，我在你家附近，什么事啊？我有急事，想跟你借1000块，改天一定还你。我在赶 project， 你 deadline 已经快到了。你不马上拿钱下来，你的 deadline 很快到啊！很快全世界就看到你的照片了。文天叔叔。常山，为什么这样久？来，你不是只要给我拿1次钱吗？怎么现在又……不要说这个了，我走投无路了，必须离开这里。钱呢？我拿了钱，立刻在你面前把照片删了。我身上哪里有这么多钱啊？我要去 ATM 提款。OK， 你不可以报警啊，不然我不放过你。知道了。ATM 在哪里？附近。上车。回家马上给 Matthew 吃退烧药，再观察几天，看看他怎么样。希望他没事就好了。哎。Will 又来要钱，现在在家附近的 ATM， 你快来啊！什么事啊？为什么这么久？在干嘛？手机拿来！放开我！拿来！你干嘛？电话给我！出卖我！放开我！干嘛？还我！锁匙还给我！来！谁在冷眼旁观微笑后的谎？谁在掩盖破绽？爱恨都不敢。当回忆不停向我呼喊，当理想